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主题：如何吸引金钱，而不是像追小狗一样到处跑着去抓它。想象一下，当你一直追着一只狗，它往往会跑得更远，但当你停下来，它会主动跑向你。这就是吸引金钱的艺术，背后藏着一种深奥的智慧。哇，等一下，金钱竟然可以这样来吸引，这听起来有点超乎寻常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有这么深层的意义。很多富有的人明白如何调整他们的能量频率，以此吸引财富。就像一些古老的僧侣，他们不会担心金钱，却能享受到有限富足的生活。想象那些寺庙里的和尚，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像一种超能力，这种灵性让他们在世界上得到了物质的满足。我听说过一些和尚的故事，但他们真的不会对金钱有欲望吗？我一直觉得他们更是在修行自己的心灵，像是在追求某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，对吧？正是如此，修行并不意味着拒绝金钱，相反，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看待金钱，让它成为滋养生活的工具，而非是我们焦虑的枷锁。这让我想到了那些成功学的书籍，总是告诉人们要拼命工作赚钱，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些古老的智慧，而不是那些程序化的成功共识。比如每天早晨进行丰盛的冥想，做一些善良的举动，还有重新建立他和金钱的关系。他发现焦虑和恐惧回到阻碍财富，而感恩、喜悦和信任的情绪则更能吸引财富。这很有道理，但我还是不太确定这样的改变能多大影响。您所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比喻，金钱是否像一种能量场，而我们的情感就像开关。如果这个开关没开，能量就无法进入。正如你所认识的，思想和情感确实塑造了我们的现实。当你能让心态从匮乏转向丰盛，这不仅能改善你的财务状况，还能重塑你整个生活的样貌。这听起来像一场心灵的革命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？只是反复的重复口号，还是有其他方法让这个想法深入其中呢？真正的财富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世界，因此我们需要专注于创造快乐、信任和感恩的生活。当这些积极的情感在真正的财富来自于我们的内心世界，因此我们需要专注于创造快乐、信任和感恩的生活。当这些积极的情感在你生活中闪耀时，财富自然也会向你流来。这一切的改变源头在于回到真正而丰满的自我，真的能改变一切。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一点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沉浸在那些表面的追逐中，而忽略了内在的丰盛。那当我们开始重视这种内在的改变，金钱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过来。